当塔瓦纳对叶晨狂热崇拜的时候，三井良孝眼见叶晨控制住了局面，惊骇无比的同时，也是庆幸至极。他长出一口气，向叶晨竖起大拇指，称赞道：“叶先生果然了得，没想到这么多训练有素的武士都不是叶先生你的对手。”叶晨看了他一眼，冷淡地说道：“这些尸体全部都由你来处理，记住，一定要处理干净，不要留下任何线索。就算留下线索，也不要给我招惹任何不必要的麻烦，能听明白吗？”三井良孝眼看着一口气死了10几个人，瞬时间也有些头大。三井家族不是没让人处理过尸体，只是还没有一次让人处理过这么多。况且这还是在东京的闹市区，这些尸体究竟该怎么解决，可能还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女儿就已经向叶晨做出了许诺，自己要是不把这件事情处理干净的话，恐怕女儿都会看不起自己。更何况女儿也跟叶晨说了，自己处理不好就要跟自己断绝父女关系。别看自己这个女儿平日看起来安静文弱，但性格一直说一不二，她能说得出就一定能做得到。于是她也只能硬着头皮说道：“叶先生您放心，一定会把这些尸体全部处理干净。”叶晨又道：“另外还有活着的这些人，除了那个瞎了眼的之外，剩下的全部给我想办法运上船拉到中东去，具体去哪儿你不用管，过了苏伊士运河你跟我联系，我会安排人去接他们的。”对叶晨来说，这些武士他虽然可以全部杀掉，但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。首先一个，他们要杀的不是自己，自己也没必要在这里大开杀戒。其次一个，这些武士一个个都是自小苦练成才的，出苦力绝对是一把好手，不要钱的廉价劳动力，而且是优质劳动力，怎么可能就此放过？所以干脆运到万隆店的总部基地去，那里有的是活给他们干。三井良孝搞不懂叶晨在打什么算盘，真要说工作量和难易程度来说，把这些人全干掉，反而比把他们悄悄运出国境线要简单得多。关键中东那旮旯老不太平，叶晨让自己把人运到那里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不过这种时候，他也不好问叶晨究竟要这些人去中东做什么，于是也只能无奈地答应下来，道：“叶先生放心，我会全部安排好的。”叶晨点点头，开口道：“这样吧，为了防止你这个人办事不上心，也防止你办事有纰漏，你先支付50亿美金的押金在我这里，这笔押金将在我这无锡保管3年。3年之后，如果这件事情没有任何遗留问题的话，50亿我会原封不动地退给你。如果你处理得不干净，给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那这笔钱就当作赔偿我的损失。”现场包括三井良孝在内的所有人都被叶晨这番话给惊呆了。50亿美金什么概念？10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辛辛苦苦干上1年，都未必有这么多净利润。以现在美元资金在金融市场的收益率来看，这么大体量的现金，就算是最无脑、最稳妥的吃利息，1年至少也有5个点的收益，那可就是2.5亿美金。3年计算复利，利息差不多7.8亿美金。而三井家族这是全球化的投资，他们不但能够轻松拿出50亿美金，更能轻松用这50亿美金每年赚到10个点以上的收益。如果按叶晨所说，那三井家族等于要放弃至少7.8亿美金的利息，等于未来3年一共要支付给叶晨7.8亿。这还是事情干得好，干得没有任何纰漏的情况下，要是干得不好，那连50亿本金也没了。三井良孝欲哭无泪，他是一个生意人，生意人讲究的是在商言商，说难听点就是眼里只有利益，当看到利益的时候，他会本能的去争取利益最大化，而当看到损失的时候，他也会本能的争取损失最小化。在他看来，叶晨要求自己支付保证金，对自己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损失，可是眼下这个局面，自己肯定不能拒绝叶晨，所以就要想办法尽可能的将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。
于是他对叶晨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我们三井家族在东京也是有很强实力和很高信誉的，所以这件事情您大可放心，我肯定能够做得天衣无缝。”叶晨点点头，随口道：“我知道，我也相信你，所以只要你能够保证3年之内不出任何问题，保证金我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。”说着，叶晨直接问他：“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保证金要的有点多，你承受不了？”三井良孝瞬间一怔，没想到叶晨竟然直接说出了自己所想，自己确实觉得这保证金太多了，可是叶晨为什么偏偏要在这句话的最后加一句自己承受不了？这不就是妥妥的嘲讽自己了吗？自己堂堂三井家族负责人，怎么可能承受不了50亿美金的保证金？这也等于反向逼着自己只能咬牙接受。就在他不知如何应对的时候，叶晨开口道：“行了，三井先生，我只收你的保证金而已，救你一家人性命这件事我还没算呢。你要是优柔寡断磨磨唧唧，那我们就把这笔账算一算。以你的身价，我救了你的命，你是不是要给我10亿、20亿美金的感谢费啊？”三井良孝再度傻眼，心想：有你这样的吗？有你这样的吗？一开口就10几20亿美金的感谢费，你真当我是印钞机了？印钞机想印这么多钱，那也得把机器转冒火了才行啊。眼看叶晨把话架到这里，三井良孝知道最好的方案还是刚才那个保证金的路数。要是再这么下去，叶晨既要保证金又要感谢费，那真是日了狗了。他心里暗忖，其实我也可以耍无赖，问他干嘛？我又没有求你救我，是你自己救的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凭什么让我给你钱？如果我再无赖一点，还可以说干嘛？人是你杀的，又不是我杀的，凭什么让我替你擦屁股？什么你说是为了救我才杀的人？还是刚才那句话，我让你救我了吗？你救我之前征求过我同意了吗？没有吧？那不就得了？可是这样的话，他只敢在脑子里想一想，却不敢真的说出口。一方面他怕自己的女儿鄙视自己，另一方面他也不知道叶晨究竟是什么来路，要把他惹急了，说不定一扭头把自己整死了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开口对叶晨说道：“叶先生放心，等这件事过去之后，50亿美元，我会安排财务打到你的账上。”叶晨嗯了一声，又看向塔瓦纳，问他：“斯维特小姐，算上今天下午，我这已经救你2次了。第一次救你，换你去华夏开10场演唱会，这第2次救你了，咱是不是再加10场才说得过去？”塔瓦纳根本不带犹豫的，脱口便干脆地说道：“一切都听叶先生的。叶先生说20场，那就开20场。如果叶先生觉得20场还不够，到时候临时再加，我也没问题。”叶晨冲他比划了一个大拇指，称赞道：“斯维特小姐果然爽快。人说巾帼不让须眉，你这是比大多数须眉还要强得多了。”三井良孝脸上顿时有些挂不住，他又哪里听不出来叶晨这是在借机讽刺自己，大搞才艺捧一。就在这时，一众身穿黑袍、手持短刀的忍者自两侧奔袭而至，那阵势至少也有100-200号人以上。这么多人涌进来，一下子便将整个通道两端堵得严严实实。众人眼见叶晨刚解决一批武士，又来了更多的忍者，刚放松下来的神经顿时又紧绷起来。三井良孝此时真是已经有了必死之心，他知道叶晨很厉害，也见识过了叶晨的手段，可是这回来的不是几十个人那么简单，而是上百个人，甚至有可能是200-300人。就算这200-300人站着不动，让叶晨拿眼线笔挨个戳脑门，叶晨也拿不出那么多眼线笔啊。300个敌人，30发子弹，没得搞啊。叶晨倒是一点也不见慌乱，站在那里跟观众一样一脸轻松。倒地的一众武士看到又来了这么多忍者，一下子便重新燃起希望。他们虽然不知道这些忍者是什么来头，但是他们本能地以为这些忍者是来执行和他们一样的任务，来抢夺同一笔暗花。这些忍者的规模如此庞大，
想必一定能够将对方干掉。那样的话，自己不就脱离危险了吗？忍者杀人那都是看钱来的，有人雇他们杀人，他们才会动手，而且他们做事情讲究快进快出，甚至是来无影去无踪，所以大概率不会为难自己。于是其中一人赶忙对那些忍者喊道：忍者弟兄们，快把这帮人干掉，这样你们就能得到10亿美金的暗花了。为首的忍者快步走到他的跟前，看着他冷哼一声，瞬间将一把短刀插入他的心口。那短刀没有泄槽，插进去之后，甚至一滴血都没有流出来。被刀刺穿心脏的武士只感觉心脏一痛，整个人立刻像被抽掉了魂一样，身体瘫软下去。临死前，他萎靡地看着对方，喃喃问道：你为什么要杀我？那人没有理会他，而是直接掠过他，来到叶晨面前，单膝跪地，双手抱拳，恭敬说道：叶先生，服部半藏率领伊贺忍者前来向您报道，在下来的不够及时，还请叶先生降罪。